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5位聊一谈的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人特差文姬儿，我们要和有良心的人谈恋爱，过有趣的人生哦。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品红。顶级浪漫不是霎时的花火，而是把名字刻进彼此的未来。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祝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曲伟。婚前看缺点，婚后看优点，这放大镜啊变成望远镜，日子才能过得又甜又远。希望大家都有又甜又远的好日子啊！是。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2组嘉宾，他们的日子是遇到了点问题啊，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来，请开门。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庞先生35岁，来自湖北，工人；熊女士38岁，来自湖北，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有这个想法，为了孩子，也为了我自己。本身我们2个之间的矛盾并不大，主要是2个家庭之间的矛盾。我是很犹豫的，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他和他的家人让我难以忍受。我都能包容他的贪玩和不上进，他还这么傲娇。我曾经全心全意的为了他们家，换来的不是认可，而是无端的指责，真的让我心灰意冷。所以2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是谁要来的呀？是我要求的。我们是4年前离的婚。很真诚，他有什么好事的，他去想着我。所以恋爱还是挺美好的，就顺理成章走到了婚姻里哈。那双方的父母当时支持你们的婚姻吗？都挺支持的吧，也算是门当户对吗？当时不算门当户对，我家里条件要好一点，你相对来说。您家里是做生意？对。那婚后呢？我们婚后就住在我娘家。那他算是入赘的女婿吗？也不叫入赘，就是我的小孩还是跟他父亲姓嘛。只是说婆家没房子嘛，然后我娘家有房，然后我娘家自己也在做生意，也需要人帮忙。我先生就是过来跟我们一起做事了，也住在我们娘家了。那先生当时你就住到岳父岳母家，等于帮岳父打理生意哈？对。那个时候还算融洽吗？刚开始的时候还好，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去他们店子里帮忙做生意，然后他们家没有车，是我提出来，我说要买个车。他爸妈说家里没有那么多钱，我就叫我爸妈当时拿的钱出来，先帮忙垫的，就是把车买回来先做生意。那个车一直用到报废，都没有说把买车的钱给我们。去进货的情况下，他们家里拿出来的钱给我去买货都是不够的。比如说要买10万的货，他就给个3、5万起步了，叫我自己想办法去把货弄回来。你们赚的钱呢，分给你吗？1分都没有。但是我们生活开支都从这个店里拿的。赚的钱也是你从你们的企业里边、你们的公司里边拿钱来照顾你们的小家。但是丈夫手里不过钱。对。但婆家为你家的生意还贴了不少钱，进货的钱呀，包括买车的钱呀，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丈夫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了，是吗？对。互相之间2家的老人，我也不好说什么。我跟他家里人，包括他提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家里人对我就是一句话：你吃的喝的用的都是我的。是因为他们家的人也都比较强势。我刚开始是一心一意为了那个家在付出，可能到后面慢慢的就感觉我是应该的，让他们产生了一点优越感。只要我有一点点小事没做好，就是无限放大，每个人都来说。但他们有什么事没做好，我就一句话都不能提，稍微提一下，那就又是一家人来攻击我一个。我在家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子的，我做错一点事，我爸妈也是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不，那你老公做错事了，你爸妈指责他的时候，你有没有安慰他吗？我没安慰他，我也是一起指责他。那不就得了吗？后面是出了个车祸，昏迷了1个多月，清醒之后我才知道，当时救命花了很多钱，差不多50-60万吧。然后是他爸妈跟我爸妈一人都拿了一点出来，这一点我是很感激的，因为我那属于医疗事故嘛，我们当地的医院赔了20万，那20万都被他爸一个人全部拿走了，话都没一句。按道理来说，你们俩成家了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首先应该是你们自己小家庭来负担嘛。如果实在负担不了，再请双方的老人帮忙，是吧？但实际上，因为你的钱全都裹在你岳父岳母这儿，自己是没有单独的钱的，是吧？我能理解为你们小家庭是没有自己单独的金库的。没有。出车祸的时候，是我跟他2个结婚才2个月不到，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嘛，能够钱生钱，做投资啊什么什么的。再加上他出这个车祸是在我们家做事出的这个车祸，理所当然也应该拿点钱出来。但是你要想一下，你当初出那个车祸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赔偿款的呀，对不对？他在尽心尽力拿钱出来救你的命呐。你们俩就没有人提一句说，哎呀，我老公当时车祸很严重啊，把我心疼的呀，就赤裸裸的说这花多少钱赔了多少钱，你当时不痛苦吗？你说他感情方面的事儿啊。突然那段时间确实是他一个人在那里一把屎一把尿的在那里照顾我，这我确实很感激。那你还纠结那20-30万的补偿款？很多事情其实单独一劲的话，有时候可以忍一下让一下就过去了。后面我又还是在店子里帮忙，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一点小小的争吵，他们家的人永远都在说话，我什么吃的喝的用的都是用他们家的。就等于我没做事，只在那里吃啊喝啊玩，花他们家的钱。那怎么就后来升级成离婚了呢？有一点的不高兴，或者是觉得哪里不舒服的话，他就离家出走，1个月不回来。不是因为说我要离家出走，只是有时候是我让着你。比如说我们在家吵架的时候，我感觉继续争吵下去，那个矛盾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激烈，我就只能退一步，我说我出去一下。不回家去哪儿了？朋友家，或者有时候到别的地方去玩一下。那你不就等于是抛家了吗？我当时不是想着出去多久，我只是说今天晚上都冷静一下，明天早上去做事，都在一起，就没有什么事了。然后他是还不等到我第2天早上回去，就跟我们俩共同认识的亲戚朋友啊，我爸妈呀，每个人就是打电话，闹得他们一晚上都不能睡。然后等我第2天知道了的时候，可能也有点冲动吧，就不想回去了。在有孩子情况下，你一吵架你就离家出走，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我一有孩子的情况下我就离家出走呢？我能够把孩子丢下吗？我不能，对不对？最开始为了那个家，我是不是一心一意在付出？所有的事情我是不是冲在第一个在做？然后后面我只跟你们提了一句，我说我们2个自己的小家要过，我说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点固定的工资？我那时候都没说我要，我说给你存着一点最低的保障。然后你们都骂我自私，包括你是说的最多的一个。你说那样我能接受吗？我还有劲去做吗？因为我爸爸妈妈是这样想的，他只有我跟我姐姐2个女儿，是没有儿子的。他们其实好心，他可能就是他态度啊、言语啊、处理方式啊，没有照顾他的感受，加上我也没有照顾他的感受。但是觉得从出发点的话，我觉得他是应该可以原谅的。你和公婆处得好吗？我跟我婆婆还可以吧，跟我公公就是关系不太好，他总是一意孤行，就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的。我觉得我也算是在家里的一份子，我有权利就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我跟你那时候也提过，我说我们管不了老人，我们就不要管他，让他自己去做。你再来跟我吵。好，那他如果以后老了病了还轻易8分外债，我要不要我管他还是要我管呢？你说这个话就没道理好吗？你说我没道理，你自己当着我的面跟他都说过，你就说他以后老了死了我不会管的。就当着老人面说的呀？反正妻子你是说话有时候伤人是吧？脾气有点强势，这个认是吧？认不认？这个我承认。这个公公，这个做生意赔了钱了吗？让你老公贴钱了吗？赔了。对。帮你爸还债了。还了。这钱哪来的？这些是我以我的名义找他爸借了9万块钱去还的。那还了吗？这9万？
没有还。那不就是你和你老婆岳父岳母这摊生意拿出钱来帮你爸度过了这个难关吗？是吧？那这后来你就因为种种，他离家出走，然后公公欠债等等，你提的离婚是吧？对，你也就同意了。我就同意了。哪年离的婚20年年底，21年左右。那就快5年了，是吧？那离了婚就是彻底分手了呢，还是说也因为有孩子呀，或者是共同的东西还来往挺多？为了小孩和他每次跟我只要一打电话一说，我还是去他们家给他们帮忙。他不在家也是我过去自己带小孩，但是他们家人就感觉拿捏住我了，然后只要我去就是对我吆五喝六的，什么事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天天给你安排一堆事你要去做，这态度更差了。哎，你们离婚财产怎么分的呀？没有分什么财产，没有。你们有财产吗？没有。所以他所有的收入都归你们家族了，那等于你净身出户。从他们俩结婚开始，他们俩就什么都没有，都在女方家牢牢攥在手里呢。所以你看，你老公从根儿上他就难受。我也工作，我也赚钱，但我啥也没有，他能舒服吗？你是不是能替他也想一想啊？我以前没意识到这个问题。23年夏天的时候，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就一个人出来在外面找地方上班。那就真的是离婚的样了哈。那女士，你来是想怎么样啊？这咋还委屈上了呢？我觉得孩子应该也父爱吧。可是你们如果过去的生活方式没有变化的话，这一下也回不来吧？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脱离我家里了，我自己出来做生意了。为什么要脱离家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不应该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或者经济啊这东西太多的牵扯。所以你脱离家里就是为了有机会和老公再复合，是吗？对。他一直在找我谈，我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他就说你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上班也辛苦，小孩在家里也想爸爸在一起，也确实是我做父亲的做得不好。那你怎么想的呀？因为他们家的人那种态度，我已经感觉没有很大希望了。那如果妻子真的是真心实意，而且付诸行动，就是脱离了原生家庭，自己想和你还有孩子过一家3口的小日子，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住房上还是情感上，如果他真能做到呢？他能做到不代表他家庭能做到，再结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你现在是犹豫呀，还是拒绝了？为了小孩呢，我也想考虑作为自己呢，我也想拒绝。综合下来，你对复婚这个的心理犹豫的比例占多少？差不多60-70%这样。当初他因为不愿意做你们家的工具人，所以离婚了。现在你却希望他给女儿来做工具人吗？如果这一切不是基于爱，为什么要用婚姻来绑住一个男人？只是为了女儿吗？他受伤害太多了。那么你爱他吗？你想跟他好好过日子，不是只把他当成管女儿的一个工具。对。那你说怎么就在他真正离开家之后，你发现了他的珍贵和值得爱的地方啊？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依我的，他脾气大体上是很好的，只是吵架的时候有点暴躁。他脾气好，他依着我，所以咱俩复婚吧。人家不想再依着你了，依着你很痛苦。所以以后的话，不要跟我父母再牵扯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有商有量，包括公公婆婆欠的债，我也想帮忙还。丈夫，你觉得妻子说的这个是真诚的吧？我现在对这些事不是太相信。就像现在，你是因为不相信他，还是因为不想放弃已经到手的自由？我愿意来这个舞台，就是不想放弃他。你又不相信会完全摆脱他们的家庭，对吗？对这个前夫究竟为什么还在抗拒哈？那前妻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到底能不能换回这个心已经被伤透的男人？那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啊！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大哥，就是你这2年靠什么生活呢？自己在外面上班。
你现在自己的一个财务状况是你觉得还比较 OK 的是吗？是比较还行的，起码很平稳。所以你是不愿意再去打破你现在的这种平稳？也不是说我不愿意打破，主要是我对他家庭的顾虑太大。如果你们俩复婚的话，这大哥是要可以继续干自己工作的，对吧？可以，但是我不建议。但是如果他实在想的话，我还是尊重他的想法。你凭啥不建议呢？那个复婚跟不复婚也没啥区别呀。那我建议就是大哥你就不要跟他复婚了，他本质没有变的，他还是希望做你们俩这段关系的主导者和主控者。你一直在讲一个事情是，你说你觉得你的女儿现在需要一个父亲，你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他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完整的家，这是一个问号。第二个就你也没有说，如果他跟你复婚，你会怎么对他？所以你现在最想要的只是想要达到你眼前的你要的结果，仅此而已。所以我其实也是建议，就是大哥，就是您现在不要跟他复婚，但是你为了女儿，你们可以先短暂的生活在一起，先试一试，这个我也是赞成的。谢谢。实话实说啊，我觉得娘家肯定是有问题，这您自己可能都意识到。或者是真的想复婚的话，你们俩先过一段时间试试。哪有啥感情啊？你俩有感情吗？当初也没太有，现在更没有。简单来讲，你现在穷了，你当年靠着娘家有钱，他还愿意跟你结婚，你现在又穷，脾气又不改，人家跟你复婚，为啥呀？我这话说的难听点啊，我说话难听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之间我还多少听出了一丝丝亮光，就是说起当年他那个车祸，我一再追问的情况下，他说当年你也是不吃不喝，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他，那个时候还是有夫妻情谊在的。当说出你们小女儿在爸爸不在的时候就很任性淘气，爸爸回来了情绪稳定，说明这个爸爸对女儿至少多少还是有一份爱的。我唯一全场看到这儿就这么2个小小的点是带着温暖和情感的，是2个有人情味儿的人说出来的话，其他时间全部都是冷漠，全部都是无情，全部都是铜臭。我问你先生，如果你前妻现在说我跟我爸分家了，我带着我爸1半家产出来创业了，你回不回来？你麻溜回来，咱拍拍胸脯说对不对？对。可是对呀，他穷了吧唧出来了，你回去又没自由，还得看他脸，他又改不了脾气，你肯定不愿意回来。但是这么多年的共同抚养孩子、共同面对生活的情谊，你俩都没有吗？我觉得不会吧，你俩真是同林鸟，离了谁都找不着下一个他。你也知道，除了你前妻和女儿，
愿意和你成为一个家，共同面对风雨，没人要你，或者难度太大。于是你也一样啊，除了这个曾经愿意啊，这个男人，谁跟你一起接你这烂摊子呀？谁受得了你那强势的父母呀？跟他们干了20年了，分家1分不给，把你们轰出来。除了这人，谁跟你呀？你俩现在只能抱团取暖。什么叫取暖呀？拿出温暖来才能取暖呀。你俩都那冷漠，想从他身上得到温暖呀，得不到。你们俩要没情就各过各的，把孩子照顾好。你们俩还愿意为了曾经那一点夫妻恩爱之情，就拿出温暖来，别老盯着那点钱了，太难听了。您不希望他在外地，那你打算他回来做什么？因为他在外面工资，第一个工资也并不高，第二个很辛苦，他经常熬夜，他身体并不好。1周能回来多少次？他1年就回来2、3次。所以你觉得如果我们要在一起的话，两地分居一定不行？他如果实在觉得那个的话也可以，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可以尊重他的想法，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他如果说他不想的话，那我就不会像以前在跟他发脾气。现在您的前妻对您的吸引力，除了有可能继承到的遗产，他还有别。让你完全脱离你父母一样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也能够控制你的父母不会在你的生活里头兴风作浪，对吧？我可以控制，我的父母不会。对呀。但他的父母。你放轻松了去面对，咱们就把这些不必要的装饰都拿掉，坦诚相对。好。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要你这个状态？其实你本身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你没有太多的期待。前夫就摆在你面前有几个事实啊，你现在考虑最多的可能就是利益，或者说2个字尊严。失去的尊严你要怎么拿回来？但是我想让你明确一个问题，这个女人我分明是看到她对你是有爱的，几年前的这场车祸她对你不离不弃的守护，在2年前她顶着多大的压力她离开了这个家族，在现在她把所有的面子都放下了，可能唯一一个面子就是我是为了孩子来的，这是她的最后的一个面子，她也放下了。他在过程当中，我仔细观察他的表情，几次无奈，几次看你，深情的看你，那都是感情，但他说不出来。
他已经在做改变了，他的改变是为你在一起，他不太善于表达，但他的表情的状态说明了一切，他已经在坚持了。他应该是在严老师说到一半时，他已经那个脚受不了了，但他还在坚持，为什么？为了对你的情感。你在外面有没有别的人不知道，但是这么真心对你的人一定是没有，这你也很清楚。所以我们放下那些所谓的面子吧，过去的这些事情吧，包括别人至于我们的干涉吧，现在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也没有孩子什么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还愿不愿意再试一次。如果不愿意，这扇门可以不出来，但是我们别后悔。好，两位也去思考一下吧啊，我们听听这对夫妻的故事。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张先生39岁，来自河北，网约车司机；岳女士35岁，来自河北，健身教练。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受不了我婆婆住在我家里，她太偏心了。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为什么非逼她自己生活呢？我理解不了。我和她妈妈吵架，她从来没有帮过我，还和我动手，我真的太失望了。老人都那么大岁数了，都被她气出心脏病了，我怎么可能会帮她？这个玉女士觉得家里问题特大。对，那你先来说。首先是我要求来咱们这个节目的，因为我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了。是他把你气走了，还是你主动走了？我可没气他。不是他一个人，是他一家子。我们是从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矛盾就已经有了。但我觉得我心还挺大。当时我和他谈了1、2年了，然后准备结婚嘛。结婚的时候，是不是男方应该出一套婚房？正不正常？条件允许就可以出。条件允许呀。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比较能挣，他经常贴补我婆婆，就是给他钱嘛。他是有的。我那个时候就跟我婆婆说，我说妈，那我们都要结婚了，您帮我们付个首付吧，我都没有要求全款。然后呢，我婆婆就说不行，有钱没有，不能买，因为我老公有赚钱的能力。我小叔子没有，他要把这个钱留给我小叔子，以后结婚、娶媳妇儿、买房子。反正直接拒绝了你们的要求。对，那你也嫁了是吧？因为我看上他了呀。哎，那这不就算是好事儿吗？婆婆偏心眼儿，但咱儿媳妇心胸宽广呗。嫁了，然后房也买了，自己买的，是我父母买的，也是付了个首付是吗？对，然后月供是我们2个人在还，所以那个时候心里就不满意了，但是看上这男人了，也就这么着了，就这么过了是吧？对。当时我是挣钱的，因为我手里也有钱，这个首付钱是足够的。但是他呢，特别虚荣，我已经有车了，其实他嫌的车不好了，非要买一个30多万的车，这不把钱花了，到买房的时候了，没有钱了。他找你要这30万买车的时候，你知道你后面马上还要付一个房的钱吗？这个我没有考虑。所以你以为你掏了这30万出来买了这个车，你后面就可以不买这个房了，是这样吗？对呀，反正我钱都已经给他花出去了，钱就这么多。紧接着是什么？拆迁。好事。人家有一套小平房，然后正好在我们婚后的第3年要拆迁，给了2套楼房。那我说感情好呀，2个孩子别管男女，肯定是一人一套。我婆婆说什么？你们有房，就不给我们，她自己留一套，然后给我小叔子一套。我当时就和她吵来着，她还不让我说，她就偏向我婆婆。然后后来我就想嘛，房是人家的，我退1万步，我说妈，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房您住着，房本上能不能写我老公的名字？我都不奢求加我的。那我婆婆说不行，因为我没有归属感，好像一直在住别人家的房子一样。然后她说那我100年以后不就是你们的吗？这个事情谁说的准呢？如果你是独生子的话也无所谓，你不是啊。还有弟弟呢哈。对，你牵扯。那你当时应该这么出主意，说妈，你这就都应该写你名下，2套都在你名下，这样您踏实。那人家我小叔的媳妇儿还不干呢，肯定的。反正就可着你一个媳妇儿欺负呗。是，特别委屈。不是，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您说。因为我弟吧，我那会儿也小，家里都忙，没人看他，我看他。就有一次不小心，他就摔到那个开水锅里了，就把脸上这样和胳膊上、身上都烧伤了。到现在他就是想干什么都没人要他，
送个外卖还得戴上口罩，反正特别困难生活。哦，那这可以理解，就照顾一下弟弟。对呀，所以我和我妈就是对他比较歉疚吧，在家我俩都是比较宠这个弟弟。后来又出什么问题了，让你们就来到这儿了呢？这不是房子下来了吗？我小叔子他要结婚嘛，我婆婆，你既然那么偏心你小儿子，你大包大揽，那你自己揽好了。你结婚时候为什么要让我们出5万块钱呢？最后你不是也没给吗？那我给了5000了呀，不是钱吗？他都那么困难了，5000块钱够干啥？你确定你只给了5000吗？哎，他太困难了，我就零零碎碎的完，又给了2万多。这2万多影响到你们家庭过日子了吗？没有呀。那这应该弟弟还是挺感激哥哥的，也挺感激妈妈的吧？对呀。你和弟弟关系还是很好的哈。嗯，对。那现在呢？这弟弟也结婚了，婆婆现在是跟谁过呢？跟弟弟过呢是吧？近2年吧，是跟我小叔子在一起生活，所以我们最近的导火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结婚到我家孩子现在已经9岁了，他没有照顾过我们家，就是我父母在出力出钱。那我婆婆一直就是给我小叔子家，后来有了孩子了嘛，就给他照顾孩子。然后他本身有3高，心脏也不太好。他估计是累着了，然后累着了，他有休息不好，因为不到2岁嘛，小孩估计吵到他了，他就没有办法在他家住了嘛，就住到我家了。然后他去接的，我都不知道，然后拿着行李就进来了。那我一看这架势，我说这肯定不是住2、3天，我说这是要常住啊。我当时我就恼了，然后我就开始和他在那儿叫。然后这个时候有我老公了，说你是长子，你就应该承担起赡养我的责任。不应该吗？你有这个义务。怎么就应该了？那你赡养我赡养什么？住我家里干嘛？然后他就把我推了，他推倒我了，从来没有跟我动过手。那他推你的时候，你婆婆说啥呀？我婆婆在床上哭的呢，经常这样，特别苦情，特别能演。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就是这半个月前。所以你出来了是因为婆婆来了？对，她当天进去的，我当天出来的，然后她把我推倒了，主要是。我为啥推你？你自己说了啥？你不知道？我当时嘛，就是也激动，那情绪就在那儿了。我就说，你总是说你特别苦，从小一个人带的兄弟俩，特别的不容易。然后我就怼他嘛，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说是你想找没有人要你。你说这话多难听了，他这么大岁数了，心脏病都气出来了。这话是难听了啊。对，换我也推。那他们也有错呀。啊，这一码归一码，咱不能以暴制暴是吧？那你老婆搬出来咋办呀？忠孝难两全了是吧？现在其实他在家特别的强势，太强势了。我也想不强势呀，我也想在家相夫教子呀。哎，你让他说两句，他咋强势了？我是个网约车司机，其实天天都挺累的，他就不让我抽烟。哦，你说连我那么累了，连根烟都不让我抽，而且还罚款。可是你没钱，你怎么罚款？写欠条？也有点啊，那个。你私房钱是吗？嗯，对。不是，那你抽一次罚多少钱？罚100？我都不带说他了。他这个人比较双标，去他们家跟他们家亲戚或者他的朋友啊啥的去一块吃饭啥的，抽烟的时候让他发现了，他就罚500，一根500。你能靠罚款致富的渠道。不是，你要在家自己抽呢？我在家不敢抽，我去外面吃饭喝酒回来闻着烟味儿，就得罚1000。你不给他呗？说我没抽。不给，他就一块闹3上吊嘛。你挨过揍吗？没有，对吧？没挨过揍啊，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哈。你就光对叨叨他是吗？对，我只是要告诉他不能这样，要么你就给钱，反正你现在不给钱，我从别的地方也能扣。你是真的不想让他抽烟，还是就想罚款？我真的是为了他好。你不说从别的地方也能扣出来吗？他特别喜欢钱，你不喜欢吗？我也喜欢啊，但是他也可以这样苛扣我呀，我没有什么把柄呀，对不对？还有就是，我是认为这个事情，如果你做不到，咱们再去说做不到。他两面3刀的，他当面同意哦可以不抽，然后就被我发现了。那如果他打头就跟你说不行，这我戒不了，必须得戒。你看对吧？你这不叫两面3刀啊，这只能说要不说这没完没了了。抽个烟都这么大的惩罚力度，那要在其他事情上产生分歧呢？那你也有问题呀！啊，看他现在这个脸，经常就是甩冷脸，
最长的时候就是弄不弄就不跟你说话了，不理你。你的脸热不？我有什么？姐姐，就你这个吵架的能力真的挺厉害的，是，这是专业级别的赛级的，他真的是说不赢你，他只能大面朝天，然后各朝一边。就是抽烟的这个小事情都解决不了，那大的这个上面有分歧吗？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教育啊、生活呀、这些有分歧吗？有，我们现在也就属于一般家庭。其实我们住的那哈儿周围也有很好的学校，特别近，你把孩子就是你送到那儿都可以了嘛，对吧？他不，非得要送到离我们家开车最少20多分钟，快半小时才能到的一所学校。这个人为什么送那个学校呀？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你为什么这么多事儿呢？就从幼儿园开始，那我就觉得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应该就给孩子相对好一点的生活条件，还有教育。所以要幼儿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去很远的嘛，就离家。然后但小学的时候，他非要在我们家楼下，我说不行，一定要去最好的。他送了以后，他也不管，天天我接送。那你开网约车，这不是这就该你接吗？太远了。除了妻子强势之外，你对他还有什么意见吗？当然有，你像他是一个健身教练嘛，他是男女会员都接。其实我觉得你接女会员都行了嘛，你非接那男会员。接男会员嘛，多少就是肢体上啊，稍微有接触呀啥的。这个也倒不要紧，而且最主要是他还老发朋友圈，让我的朋友啦或者我们家亲戚看着了，我多没面子了。那不是就是做广告宣传自己的学员多吗？而且没有问题才广而告之呢。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你完全我可以不工作，可不可以？那你呢？二位现在谁的收入更高一些？我。能翻出1倍吗？可以。哎呦，所以他说这个话，所以嘛，对，人家也没毛病，人家横也有道理。我八卦一下啊，以前你做生意赚钱的时候，他是这个态度吗？啊，啥时候变的呀？就自从我的就是开那个店黄了以后，在家没得干了，是吗？他就变了。对。那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有上进心，有自己的车，有自己的牛蛙店。然后收入也还不错，那现在呢？店关了，难道你就什么都不干了吗？你有理吗？哎，他不是开网约车了吗？对，我又没在家做你。就那个收入特别不稳定，和他说过，我说要不要去开个面馆，他说不行，怕赔。我说行，那你去学个电工吧。电工如果你网上考那个证儿，我是了解过的。我说你可以去考一个，不行，我都30多岁了，万一我干不了怎么办？就各种。敷衍你，他就觉得特别安于现状，握个方向盘往那一坐一天，着急抽根烟也是说就是眼下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愿意去努力赚钱的一个方式。他没有努力过，对，他就是太虚荣了。这个都能说虚荣，是不是？是不是你觉得他开网约车的实际收入跟你预判的收入不太一样？如果他努力的话，他会挣的比现在还多。那是肯定的。还是你觉得？还是你觉得他不应该开网约车，他可以干更好的工作，就像之前开饭馆一样？对，尝试一下。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呀？让他开餐馆。让我婆婆离开我的家。然后就是有点上进心，要不日子咋过呀？没法过了，孩子越来越大呀，需要的钱越来越多了。你考虑离婚吗？考虑过，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话，也没完全有可能。这确实是从你们结婚前就有一些冲突哈。对。加上你之前还赚钱比较多，也就当时这个小火苗没煽起来。现在咱经济条件也不行了，这婆婆越来越需要你的照顾了哈。对。加上财务上确实有些不公平，当然你们是照顾这个身体有微恙的弟弟哈，但他不是你弟弟的亲姐姐哈，人家觉得没责任和义务。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我是可以再出去努力，再出去赚钱，但是他必须给我的母亲去道歉。你考虑离婚吗？现在？如果他给我妈道个歉的话，就不道歉，就让你妈走。你是要他道歉，还是你妈妈必须留下来？我妈必须留下来。如果他不让他妈走，你现在准备跟他离婚吗？其实我是心里面有数的，我是有方案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同意不。啥方案？你说出来啊！什么方案说呀？可以沟通。就是可不可以给我婆婆在我们同一个小区租一个房子？因为她说嘛，就是我婆婆家现在离我家有点远，不方便照顾。
在同一个小区给他租一个房子，去照顾他。谁出钱呀？出钱的话，可以我们和小叔子1人1半。我弟哪有钱啊？你看对吧？就没钱了。来，咱们拢一下。就是婆婆不是有自己的一个房子吗？把那个租出去，然后租金补贴她现在新租的房子，这行吗？可行吗？老太太不同意。我估计，那房子空着干嘛呀？就空着。那有点欺负人了，这钱咱都出，力咱都出，这不能都可着咱健康的人全出啊！我妈身体不好嘛，她就是想让我离得近近的，好照顾她一下。那你就把她的房子要不租出去这样，你给她租个房子，你搬出去，你妈不就需要你吗？那要不这样，你去跟你妈住，你照顾老太太，你这边开车路过家里踩一脚，该干什么干什么，收拾完了晚上回去照顾老太太，有事就回去，反正你白天干活嘛，你带着孩子在家住呗，好主意，又省钱了。然后你天天开车全程跑，远近其实没有，你在那边接活不也一样吗？对，你可以妈妈家吃午饭，老婆家吃晚饭。我肯定是不行啊！你看对吧？为啥呀？你为啥不行啊？我觉得好合理哦。不是和守活寡一样吗？有男人和没男人一样，晚上自己睡嘛。他还可以陪你睡，早上再一脚油门去他妈妈那儿。照顾他妈这事人左右不了，但是你能左右他。你太太提出这个建议，你愿意吗？上次把我妈气的。你妈行吗？我回去商量商量。她现在这个问题吧，就是因为她生病才和我们住。她为什么不愿意租那个房子呢？是因为她特别爱干净，她忍受不了，她把房子租出去。那现在至少要有一个探讨的方案，问题要解决，但核心是你们要审视一下你们自己的感情。这10几年走到今天，又是经济的问题，又是婆媳关系，你们俩夫妻之间，你们觉得爱还在吗？虽然我挑剔，但是感情还是有。你既然爱他，你说他优点吧。优点也是有的，比如就拿接送孩子，因为我工作有时候忙，然后他在家里会承担家务，还是有责任心的哈。还有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1年多吧，得了一个血管炎，然后我需要吃激素，然后我就到现在长了20斤。他那个时候跑前跑后特别照顾我，没有嫌弃，他还是关爱你的哈。对，和以前一样，没有变过，所以还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单从我俩来说，还，好，那再说说缺点。愚孝，最大的问题。对，没有边界感，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对待我婆婆和我小叔子这件事上，不听取我的意见。好，先生，那给你机会先说他缺点吧。他的缺点就是说话太难听、太难听、太强势了，我真的是，唉。优点呢？他也算是比较讲道理的，就这点优点。你说他讲道理的话，等于变相承认他说的都对。那不是，那我就说错了。不是，其实我理解他说没啥优点。他想说的是，虽然他对我妈、我弟弟这样做有意见，但是这么多年来还都是听从了我们的了。说房子不写我的名儿也就没写，说给弟弟钱我睁一眼闭一眼，几万块也给了，还算是讲道理是吧？虽然嘴上叫的响，但实际上也都让了，是这意思吧？但这次人家不让了，对，眼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夫妻俩本身是有感情的，但是眼前的事儿他确实剑拔弩张的，就很难去解决。那眼下这局面该怎么办？我们请大家都支支招吧，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就打死都不跟婆婆住的原因到底是啥？就是我就觉得我婆婆太苦情，太能装，太虚伪。为什么当时我觉得这个姐姐能够认下来他们家付首付这个问题，是因为她当时觉得其实这个男的是可以有钱来把这个钱后面给她填上的，只是她没有想到后来这个男的填不上这个钱了。因为他既然觉得他前面可以拿出那30万的钱来给他把车买了，后面他可能觉得说只是暂时，也许只是什么资金周转或者这样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他们家真的能够不付这个首付或者后面不给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非常深的一个积怨。其实是你把你跟你丈夫之间的问题去迁怒于了他的母亲，你不要总是觉得别人应该先给你什么，你这种索取型的心态，以后我跟你讲，你老公一定会跟你离婚。你用了一个最蠢的方式去想要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明明可以4两拨千斤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拿那种最蠢最笨的方法去经营你的家庭？你无非想要什么？你想要尊重，你想要权利，你想要钱嘛，对吧？你既然想要名和利，那你是不是可以你稍微蛰伏一段时间，你弯弯腰，你有什么该伺候的活你让你老公去干呀，你不想干，你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下不来台，你把所有人逼到绝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很蠢的行为。
你跟他较这个劲，你拿不回来更多的钱，你拿不到房，你拿不到尊重，结果你自己搬出去了。我说那是在斗啥？那还不如不斗呢。关键你也没赢啊，你的账算错了。你老公说你虚荣，其实我觉得形容一个女人，老公能用虚荣这个词就已经很严厉了。但是如果是我要是换位思考的话，我知道他手头有这个钱，我一定先拿这个钱交首付买房子，车我可以打车，但是我一定先有个窝，然后让我婆婆出钱，妈哪怕给我买10万块钱车，老太太给10万了，老公你再掏点，或者我再掏点，咱换一30万的。你先把这家支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你笃定男方必须掏钱买房。我是认为还是我太单纯了。不是你单纯了，是你们俩人建立这家庭的时候的计划就不对。那你告诉我，如果婆婆当时给你出了20万买首付，你们家打什么？现在这个事儿不能提的原因是因为婆婆没掏这钱，你们家出了20多万首付。但是反过来说，人家男方家是不是等于花30多万结的这个婚买的车？听到这几个事儿之后，我觉得我情理上来说，我真的挺同情你的，婆婆有点强势，但是就冲你说话这个状态、这个语境，我真的有点觉得你婆婆做的对，你太硬了。听到最后，在我们发言之前，我其实已经判定了你俩这个问题无解。如果真的想解决，必须从你这儿下手。你指着你婆婆那么大岁数了，你让她改什么？她改不了。你现在是东西也拿不到手，然后你还愣要面子，然后本来占理的事儿，你现在一顿嚷嚷，一顿输出，然后最后你面子也没有拿到，人家还瞧不起你，人觉得哎呦这人怎么这样，跟老太太较劲，哎呦哪有这么说老人？所有人都指指点点你的话，你觉得你有面子吗？咱过日子除了钱、房、车没别的事儿了是吗？没感情啊，没亲情啊，没爱情啊，人家照顾一下家里边那从小就受伤的弟弟，这100万个不愿意，那咋就把日子过得一点人情味儿都没了呢？就剩下那点钱味儿了呢？这先生你也挺讨厌的，你说你一说话就背个脸儿，你大老爷们儿就长这么高的个子，你都没能力看你媳妇儿一眼，你一点也不会哄，就会愣上硬上。老子就是孝顺，你要咋的？不行你滚。你的潜台词不就这样吗？我就是赚不了太多钱，但我就是要偏向我弟弟，我就得孝顺我妈，你爱咋地咋地。本来就是耶，那行，那人家不跟你过了，你不跟人讲人情味儿，人家干嘛跟你讲人情味儿啊？是，咱心疼弟弟，孝顺母亲没毛病，那媳妇儿不用心疼啊，媳妇儿不用照顾呀，媳妇儿这儿不应该讲情啊，不应该哄一哄媳妇儿，把她哄好了。所以家是讲情的地方，固然钱也很重要，物质基础也很重要，但是没有情的家，只有冷冰冰谈钱的家，那还叫家吗？所以咱想过这个日子，都各退一步吧。都不愿意退，那就别过了。你回家跟你妈你弟过，你带着你闺女回娘家吧，这不是都咱不想看到的吗？好吧，我说个不过的方法，就直接离了嘛。反正是房子是你们家出的首付，所以他带着他妈搬出去，因为这是你的爸妈出的钱，这房子都不属于你们。你们最多就只是还了房贷而已，即使房本写的是你们的名字，按照法律规定是由父母出资的话，这一个产权还不好界定呢。因此你丈夫也没权利住这儿，你婆婆也没权利住这儿，离了多干净，你自己带着女儿，保证没有人打扰了。这是想要的日子吗？其实我还是想过的，肯定是，但是解决不了嘛。解决得了的呀，姐妹呀，大女人要有点大女人的格局，大女人走的路数，咱就不带是那种伸手我要的，她跟你的气质不符，她就会显得整个事儿特别拧巴。如果是一个娇滴滴的姑娘站在这儿说，那你就不能够不给人家买婚房，我们也都觉得合理。但你眼睛一瞪，说那婚房可不都得男方买呀，我们就立刻有一种你这是要干啥呀？强买强卖，强行嫁，还得让别人强行掏钱的那种感觉了。本身咱挣钱现在也是比他多，能承担的东西也比他多，而对于他来讲，的确他这一生也挺不容易的，被妈妈拉扯大，从小接受的教育也就有像男人一样扛住我们这个家，保护好弟弟和保护好妈妈，这是在他的成长里头一定有的信条。
所以对于他来讲，妈妈此刻需要我保护了，这个事情商量都不带商量的，也是他第一次在你面前流露出这么强硬的一个态度吧。所以你聪明一点的做法是，打个迂回告诉他，房子妈住，我在楼下租一间。你和妈你们住的敞亮点，我平时工作啊，有的时候回来的晚，我进出方便，我租。婆婆一听，那怎么能让儿媳妇儿跑到外头去住啊？这是儿媳妇儿买的房子。于是婆婆提出说，我到那个租的房子去住，你们赶快搬回来。好了，完活。你这不就很顺理成章的下了个台阶吗？今天一切都还来得及挽回，自个儿调整一下吧。然后丈夫呢，就是你也是有一种和气质不符的小动作，就是咱长得这么高大的，然后一早的时候他看中你，也是牛蛙店的老板，看上去应该很能给人提供安全感的，但现在咱表达这个情绪怎么老搞得小鼻子小眼的，动不动这样。你就何必呢？咱不要这个样子，就大大方方的，别什么我不愿意正眼看你，你的这个态度会激怒你的妻子。他只需要瞟你一眼，看到你背对着他不屑的那副样子，他就会把这个火全部投射到婆婆身上。你的肢体语言，你的气场会散发出来的，使这个攻击力本来就很强的女人，她的这个攻击力乘10。有的火是你拱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别装了，你们现在甭管是小家还是大家都很不容易。老母生病，还有一个比较弱的弟弟，老公的事业一蹶不振，甭管从他的状态还是从实际的收入来说，都是不尽人意的。我相信你在做健身教练的时候，你接触很多的男会员，其实有蛮多你的不易和辛苦。所以说都是在压力之下，干嘛还要互相内部自己单位自己人呢？装什么强硬呢？你要真的如你强硬这般，在一开始你没要到你想要的那30万那个房的首付，你早就应该说撤。但你一而再再而三你都忍让了，他给弟弟钱你也不是不知道，但也都让了。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不让了呢？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如果他还是以前一样，他还是那个店老板的话，你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你觉得你们的生活处处不如意，我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你呐喊了，而且你做出一个特别不明智的举动，你搬出去了。那你想要一个坡回来的，包括你今天来到这个场所，你也是想找一个坡下的。那都到这会儿了，我们还装什么强硬呢？如果你的弟弟是他弟弟那种情况，你怎么办？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情况，你作为母亲你怎么办？如果此时年迈的你身体就是不易的话，找到了自己的大儿子，那你面对儿媳妇如你这样，你会怎么办？他的母亲，你的婆婆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你真是在讲理吗？你没有在讲理，你在讲立场。但是我们从大立场来看，你们都是一家人啊。现在面临你们家庭的危机，为什么还是内斗呢？你让他们低头了，你能得到什么？得到了多付出的房租，你把母亲推出去了，那其实老公的时间也推出去了，费用还要多增加。是让他弟弟承担50%，但是你们大家的钱都在损失，受益的是谁？哎，那个租户啊，对吗？打打算盘的话，你们亏了。而且问题没有解决，只是逃避了，对吗？不见面就永远不见面了，不可能的。我跟几位老师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你们一定要住在一起。你要做姿态，婆婆的那个苦情是真的，真不容易。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帮衬自己的小儿子，自己的老大做这些努力，妈妈是感动的，但不好意思，她没有办法了。他知道他的到来会给他大儿子带来困扰，会带来战争，这不儿媳妇出去了吗？他没有办法呀，否则你让一个老人去哪里？所以说将心比心吧，好不好？真不是讲理的时候。再说我们已经做出那么多的努力和包容退让了，对吗？干嘛嘴上我们非得不饶人呢？都退一步吧。好，那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正门后啊，听过老师的建议之后，你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和改变？我们一起来等你们的结果。来，请回。
看《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就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起来，赢取属于您的甜蜜惊喜吧！登录腾讯视频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看看这第一对前夫前妻，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那我们这个命题啊，两位啊，不是让你们就出来就复婚，是愿意继续相处，尝试着往一起走，咱就出来。如果觉得算了吧，这日子也不好这样过哈，咱们就好好共同爱孩子，就别出来了啊。来看看他们最后的选择，请开门。没有，还是听进去老师的话了哈，就是不管是初婚还是二婚还是复婚，其实最核心的基础还是爱。如果爱不在了，其他其实都不在了啊。行吧，希望他们各自安好，能把孩子带好啊。那咱看看第二对夫妻，他们肯定是会出来的吧？也不尽然啊，真的呀，来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也走了，哎，这是为啥呀？哎呦，这没想到。但我觉得是这样啊，虽然最后可能他俩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我相信他们今天还是重新捋了一下他们曾经的过往和情感。那我也希望回去以后咱再好好商量商量。他们不出来肯定不是说不过了嘛，是吧？说实话，生活真的需要智慧啊，但这个智慧也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的。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吧，好吧？希望他们最终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感谢我们5位老师今天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见。